原来日本真的存在这种河豚全席。今天这家店非常的忙，直接把别人全家都端上了桌。这是他父亲，这是他姐姐，然后这是我。哇，其实真的要说日本料理的话，河豚跟寿司真的是我最喜欢的。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这家店还是看羽生结弦的采访的时候看到，看服务员衣服就知道这家店很老，里面好像是和服，外面套了一个白色围裙。第一个前菜还是按照传统是河豚鱼皮，就是这个分量实在是太足了，挤上一点青柠檬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碗的下面全是臭橙醋，夏天来一碗感觉比喝冰可乐还爽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4个很可爱的小碟菜，这个是泡菜乌贼刺身。哇，它里面加的是明太子呀，这个好吃哎。然后这个是河豚鱼冻，里面是鱼皮和一些煮熟的鱼肉，它还加了一些很爽口的醋，这个你们可能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芥末大肠，它因为要压住那个骚味，所以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起来特别顶天灵盖的那个顶。然后介于接下来会有烤河豚，身上可能会留很多味道，所以为下一个菜就是河豚刺身，注意这个是1人份，不愧是老字号，哎，轻轻的取上一片，放一根小葱，蘸一点红叶，再放一根这么粗的鱼皮，甚至你还可以放一块河豚肉，这个绝对是大户人家的吃法。卷起来之后再蘸一点点臭橙醋，软糯和 Q 弹的双重口感，感觉特别奢侈。接下来是一盘蒜香炸河豚，它还真的放了几个炸蒜在那儿，这是胸口的那一块，肉特别油但没什么皮，口感是外脆里嫩，不过油炸的话还是皮比较香。这真的就是鱼皮薯片了。吃完这个之后就把炉端上来了。これ全部フグですか？全部フグになります。皮になってます。こちら骨なしに。一只河豚身上真的会有这么多肉吗？我终于河豚自由了呀，姐妹们！先来一片没有骨头的，这个只能烤很短的时间，基本上第二面翻过来烤一下就可以了。你们看它卷起来的那个样子，现杀河豚就会有这样的效果。它上面是撒了一点调味辣椒粉，但它完全盖不住河豚肉的鲜味儿。里面是纯嫩的，带骨的这种会烤得久一点，反正就是从粉色烤成白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这种带骨的肉更嫩，而且一点点孜然会把河豚鱼骨的那个香味衬托得更明显，啃起来特别爽。然后在你吃完之前还会给你上一碗粥，也是河豚鸡蛋粥，里面还有肉眼可见的河豚肉，再就这一块烤的河豚肉吃，就我对河豚的所有幻想都被满足了。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河豚可以吃撑。又到了最后高档餐厅的甜品，哎，水果拼盘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呀。自从上次吃了那家法餐的鹅肝饭之后，现在整个人非常混沌，感觉1周不吃鹅肝那个血压就上不去，非常的不合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好吃的店。又到了吃鹅肝饭的日子，今天我们也是来居酒屋，就是这家藏在日本地下富人区的店了。6です。さっき電話しました。这家店就是人太多了。那6はどうですか？じゃあ1つだけでいい。他のおすすめは。其实这种店在日本都算是比较高级的居酒屋了，就是各种奇怪的日本酒它都有。我们的小菜是一杯玉米布丁，它是一种又甜又咸的布丁味。还好第二道菜就是我今天特别喜欢的一道菜，鸡汤炖牛舌。它这个也是煮到你一咬就能下来，在嘴巴里一顶就能摊开的那种程度，这真的好大。再搭配着上面那一坨山葵酱。牛舌里面吸的鸡汤几乎在往外喷，感觉自己分泌了一吨多巴胺，太爱了。下道菜是油豆腐包火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看到豆腐我就有一种生理反应。直接一口吧。但其实这个味道还挺好，就是有点难描述，很复杂。我觉得厨师应该是把火腿揉到了午餐肉里面，才会有这样的味道。口感是午餐肉，但是味道却是火腿，然后豆腐也会中和火腿的那个咸味儿，好吃哎。然后这个面也是我今天很喜欢的一个菜。妈呀，我发现我真的好花心，它是番茄香肠面，它那个酱里面还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就非常的夏威夷。然后上了一份海胆烧麦，就是肉烧麦上面配了一个海胆。为了不让我的门牙碰掉那个海胆，我努力把嘴巴张到了最大，不过还算好吃。接着是黑松露寿喜烧盖饭，就是小碗，而且上面就一片肉，戳破蛋黄，那个黑松露的味道就跟坚果的味道差不多。用裹满了蛋黄的牛肉卷一片黑松露，是东京墨尔本的味道了。接下来还是牛肉，低温烤制的和牛，是烹饪和牛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，我们直接跳过吧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吃鹅肝饭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跟法式的鹅肝饭差别真的很大，上面是微甜的照烧酱，这个酱跟鹅肝里面的油水特别配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点心之笔是下面的白米饭，我第一次觉得米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，原来鹅肝也可以这么家常，实名推荐这个饭。吃完之后来了一份海鲜3拼饭，里面的鱼子酱跟海胆特别好吃，不过也就一小口。然后最后一道硬菜是卤猪排，带筋的那种，这个菜怎么不早点上啊？它菜单上面写的是软骨，但骨头可能已经被高压锅压坏了，真的是稀溜趴。最后的甜品是巧克力熔岩蛋糕，上面也铺了一层黑松露，这才是真正的熔岩蛋糕，非常满足的一天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，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？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
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了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啊，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再来生鱼片啊，酱油里面那个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，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里面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卡玩意儿，哇，真的不要再去吃什么米其林餐厅了。之前我就在想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居酒屋呀？今天我算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。这种店真的就是又好吃又便宜，还可以玩到很晚，就是不管凌晨几点，大家都很热闹。现在是日本时间晚上12点19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点日本电车有多少人。那个大家是才下班吗？关键是这家店还这么多人，很温馨啊，有没有？就这个点了还有人给你做饭，虽然是要收费的那种。然后他家的招牌菜是五花肉卷各种东西，上来先会给你发一个番茄牛肉汤，然后直接上了一整盘薄切的牛舌，上面那个酱是芥末洋葱果酱，应该是低温烹饪的牛舌，里边其实半生的，所以特别的嫩。吃完凉菜就开始上烤串了，先来一盘鸡肉串开个胃，是盐烤黑胡椒的那种口味，鸡胸肉串着小洋葱，非常的没有罪恶感。肉卷菜上来了，先看第一个，它是培根卷芝士青菜，它里面加的是味道比较淡的白芝士，因为培根本来就有味道了，而且里面蔬菜的汁水锁得刚刚好，就是几个味道搭配的非常合适。接下来是五花肉卷小葱，然后卷芦笋，卷紫苏叶，就它们虽然都是五花肉，但是里面菜的味道其实会被烤出来，所以口感和味道差别还是很大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卷芦笋巨好吃，而且它一点都不腻，第一次觉得素菜这么好吃。但这种人气店铺都有个缺点，就是上菜特别慢。我终于上了我们的第二盘肉卷菜，先来看一下这个特别优秀的金针菇，这个也在往外面滋油。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五花肉和金针菇特别配的？然后这个小番茄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串，上面涂的是一层微微甜的柚子酱，而且小番茄刚好已经被烤破，炭火的气息加上香甜的酱汁，这个串味道特别丰富。接下来还是一个极品，这是木须肉吧？它是用木耳卷了一块厚蛋烧，然后再在外面裹了一层五花肉，这也算一种外脆里嫩吧。然后是鸡肉团子，这次我们选的是盐烤，那个烤焦的部分特别香，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。然后等来了之前预约的紫羊排，这个我觉得我都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看到这个姿态我就满意了，羊肉味儿特别重，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应该懂我意思吧？这羊味儿太顶，全熟成太浪费了，真的就是要带点血才好吃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五花肉卷生菜，让我想吟诗一首，奈何人间万事难，最美不过五花肉。没压上。然后旁边的这个是培根卷扇贝肉，又是没见过的组合。就今天虽然吃了很多肉，但其实完全不腻，可能因为我也一直在吃菜吧。下班之后来吃一次太爽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，非常好吃。我可以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吗？怎么才能把肉烤成这个样子呀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没有不好吃的料理，只有不会做的师傅。想不到吧？就连这种日本人经常吃的烧鸟串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虽然我没怎么吃明白，但我极受震撼。这家店其实并不是日本烧鸟界的天花板，但我看了一下排名，其实也很接近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一个我妈开赛的 cos 那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又追加了很多单品。小菜是一大盘蔬菜，惊了，跳过可以吗？生的茄子。前菜的第一道还比较惊喜，烟熏鸡腿肉和鸡胸肉，只有上下两层一点点是熟的，中间纯生，蘸一丢盐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是一道很迷的前菜，生鸡蛋拌萝卜啊，一点不夸张，还真的就是生萝卜。
还好萝卜是甜的。然后是一份3拼小菜，从右到左，第一个是鸡心，外面裹的一层是2种芝麻，甜口的鸡心还是第一次吃。旁边的这个是干，这个口感巨好，因为它里面是生的，在嘴巴里一下就化开了。然后就到我们的第一个烤串了，上来第一个就是最油腻的崩基地，就是鸡屁股，真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全是油。吃完这种烤串，喝一杯可乐肯定很爽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了。回刚才的烤串，下一串是鸡脖子。师傅跟我们讲，这个串的皮和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有明显的层次感，那个皮吃起来跟牛肚一样有韧劲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提灯。提灯可以说是烧鸟界里面非常高级的一个串，就是把鸡的那个和还没有成熟的蛋串在一块儿，然后你一定要一口吃，那个口感特别神奇。开始的时候先是蛋液的味道，然后是后面那个部位独有的香甜，还很有嚼劲，不要怕，这个要点。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配了一个成熟的蛋黄，要用尖端把蛋黄戳破，然后裹满那个蛋液吃才香。这个串非常的日本，蛋液的鲜味完美的衬托出了鸡肉和酱汁的香甜，非常绝。我们还是来点素菜缓一下吧。芝士烤番茄，烤出来的番茄还真的有一股独特的炭火香气，然后就是特别的软，你用筷子一夹它都在爆汁儿。然后是烤的玉米笋，不过里面并没有被烤到，其实就是脆一点的水果玉米的味道。接着继续干硬菜，柠檬鸡翅，其实挤不挤柠檬都行，来一丢丢不会那么腻。感觉这个鸡翅怎么这么大？深色的那一面已经跟薯片一样脆了。咬开之后里面直接爆油。接下来是茶碗蒸蛋，它在上面浇了一层鸡汤，里面还放了一坨烤鸡，那白果香菇肯定也是有的。又到了我最爱的内脏鸡心，这个要的是盐烤，因为鸡心本身味道就很好了，只需要一点盐衬托出来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鸡腿肉卷大葱，肉用的是鸡腿靠近鸡爪的那个部分，韧劲很足。然后是一串纯鸡腿肉，你们看到那个鸡皮了没？它那个皮下面还带了一层脂肪，光是放盘上就在冒油。然后他家的鸡皮特别有讲究，他们是把鸡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这样每一小片的边缘都能被烤到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亲子冬，感觉今天吃了好多蛋黄啊，不过味道是好的。最后的甜品是焦糖鸡蛋布丁，怎么又是鸡蛋？这个甜品巨扎实，吃完这个你还没饱，我只能称你为勇士了。感觉今天虽然吃了很爽，但也很油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